大家好，是的，没有看错，这个背景又出现了，我又躲在房间里面跟各位聊，因为外面风真的太大，然后一直在飘毛毛雨。前几天应该是说前几片，我有讲到，因为我车子中风的原因找到以后，就是那个进气气管那个螺丝松脱嘛，变成他那边的透析器。那当我现在锁完到现在差不多快1个礼拜了，骑起来状况是都 OK， 但是变成我的问题是，我的化油器我调不太出来，它正确的位置在哪里？就是节气门的开度啊、混合比那些东西。那我今天大致又重新调了一遍，然后试骑了一会，目前状况还不错。那我就是必须再试骑几天，因为这两天又比较冷，又冷湿度又高。其实化油器很耐用，但是就变成说它对环境很敏感，那就是必须再骑个几天才能知道到底有没有调整好，再观察活性散热燃烧状况。在之前有一片化油器的归零调整那一片里面，应该是说，我觉得也是经由这一次进气气管这件事情，我觉得我那一片应该不能说是化油器的归零调整，而是节气门的归零调整。为什么当初会说是化油器？因为这样子应该看得出来，那个铜片就是这个机构，大概这个机构这一块，这个机构基本上是统称叫节气门但是因为它装在化油器上面，所以变成是，所以那时候我是讲化油器的归零调整。其实化油器的调整，我好像都讲过了吧？那可能有兴趣的朋友可能再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那今天的重点应该是，因为节气门的东西，不管化油汽车、喷射车，甚至汽车、卡车，什么车都一样，它一定会有节气门的存在。那为什么我会说应该要改成是节气门的归零调整呢？因为我手边没有汽车的节气门，那个比较大，看一些小细节会比较方便。化油器的节气门比较靠一边，所以很方便的就可以看到。其实像以化油器的节气门来说好了，其实这样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到，它旁边会有一点点的缝隙，有没有？我现在手电筒关掉，我背后放一个手电筒来照。我手电筒关掉以后是全黑的，但是有没有？节气门它基本上来说，它是会有一个缝隙存在，但是就算新车也是一样，你全新车它一定必须要有一个细缝在，然后那个细缝最主要就是要进空气，让活塞压缩的时候产生的吸力把空气吸进来，然后如果是汽车的话，当然就吸进去跟喷油嘴那边做混合。但是以化油汽车来讲的话，它就是吸空气的瞬间，顺便就是把燃料吸进去了。像这边反光，看一下，这边有个小孔，太亮了。这边有一个小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边有个小孔。那个孔，以化油汽车来讲，那个孔就是它的怠速燃料出来的地方，然后旁边这个洞
大的这个洞，斜的这个洞，它就是自动主风门做动的时候，它的多余的空气跟油都是从这边过来。还有这边旁边这边有个小洞，这边就是在吸真空膜的孔，那边有个旁通孔，那边就是在吸它的。那节气门，我刚讲到节气门必须要有一定的缝隙存在。那为什么我会说是那个它的归零调整呢？我先举个例子好了，我先把这一颗的螺丝怠速控制螺丝全部推掉。好，这边已经分开了，有没有？这边已经分开了，怠速控制螺丝已经没有碰到这个节气门的控制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碰到节气门，还有没有缝？有没有？手电筒亮了哦，有没有看到节气门基本上它的缝变，它只剩旁边的这个接杆，它不像刚刚有它的半圆边有空隙存在。所以我刚刚有说节气门，就算你是全线节气门，它必须还是要有一点点的缝隙存在。但是重点来了，它的缝隙必须开多大，这就要因车而异了。像如果你是单化油器的话还好处理。像早期的重机可能双缸、四缸，它就是2颗或4颗化油器，你必须去做同步。早期做那些同步可能都必须有专业仪器，但是那时候就是我们会拿很细的电线抽它的那个电线束里面抽一根出来，去测量它的这个缝隙。那个很土法，但是总比没有东西可以做比较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节气门为什么要做归零？你看哦，当我每次加油，它会开启、关闭、开启、关闭、开启、关闭。然后磨久了以后，一开始这边磨损以后，这边因为这个导杆磨损，这个铜片会过度关闭。过度关闭以后，就会跟进气气管的这个管壁产生摩擦，摩擦久了，是不是这个缝就越来越密合？但是当汽车的那个怠速调整器介入的时候，在它的许可范围内，你并不会去发现这个的问题存在。基本上，如果这个问题所引发的故障，当你发现的时候，这个磨损都已经变大了。所以，像我所说的归零调整，就是像我上一篇我有讲到，我的怠速螺丝整个放松以后，我只要动一点点，我只要转一点点以后，我的怠速就开始启动。因为你过度磨损的时候，它一定会产生漏气，就像这一颗，我刚刚我给各位看的时候，这两边都会稍微有比较多的缝。因为说实在话，这种化油器节气门这个东西啦，除非你是可能比较高级车或比较专业的车种，它这边的精密度才会比较好。要不然说实在话，它都会有一定的误差在啦。所以你看，很多人都会去讲说，混合比大概要开多少？转几圈，其实这也没有说一定说转几圈就是刚好，这还要配合到节气门。譬如说好啦，你的化油器，你这边你开到标准值，但是当你这边的缝隙已经磨损过大，它的进气量跟这边的混合比，跟这边的进油量没有
办法匹配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稀薄燃烧或者是供油过浓的状态。尤其像老车，像我的节气气管这边，它前面这根管子，这边在偷吸气的时候，这边的吸力必须要有一定的值，它才能确保化油器正常工作。然后当我的进气气管这边在偷吸气的时候，这边产生的吸力就不足，而且这边的吸气量过大，势必我会变成说我必须把混合比调更高，以油去补偿那边不正常的进气。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的进气气管那边弄好以后，我必须重新调整化油器，就是因为所有的进气吸力都经由这个孔进去，而没有旁通孔让它透吸气的状况下，我必须先把我的化油器调回来。但是由于是老化油器啦，所以以我车子的状况下来讲，我就算把带入螺丝全部关闭，车子也不会熄火。我相信就是因为我的那个节气门这个铜片还是会有缝隙存在。我印象中新车的话，新车好像会，你如果把你的带入螺丝全部退掉的时候，当节气门关闭的时候，车子是会熄火，因为你没有你的进气吸力没有办法把空气拉过来的时候，你的燃料也跟着过不来，所以变成说整个化油器就没有在工作，它就会慢慢熄火。然后我现在的状况是，我的带入螺丝放到最松，就是没有跟节气门调整杆碰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带入会变很低，但是它不会熄火。问题来了，它现在这个时候的状况一定是，如果我的混合比螺丝我都没有去动它的话，势必会变成说进气量过小，供油量过大，就变成是有点会 no go。所以我基本上我都是先在这边把混合比的圈数调到一个我们假设进站来讲好了，进站原厂是说它是1有7/8圈，好，我们假设是2圈好了，我一定都是先把它调到2圈，然后再把带数调高到比一般高一点点以后，我这个时候我不会先去动它，我会先去动这一边，我会慢慢放大。这样讲好了，网络上流传的化油器混合比调整就是车热以后把混合比螺丝锁紧，顺时针转到底以后，往逆时针放1圈半，然后车发动，把带数调到比正常带数略高一点点。这个时候，慢慢的去逆时针放松你的混合比螺丝，你去观察它带数上升的那个点。你转到它带数会上升的时候，再把带数螺丝放慢一点点，放慢到刚刚调整的比原厂略快的那个点，那再继续这个步骤，直到你混合比螺丝你再退可能会掉转速，甚至就都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正确的混合比量，当然不是最正确，因为最正确还是必须用机器下去架了。然后就是一个大概的它的混合比值，然后再把带数螺丝放回到正常的带数，这样就是完成了。这个是网络上所讲的混合比调整的方式，但是我认为这个比较局限于是你的化油器节气门磨损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可能这个状况下，你再这样子做调整是 OK 的，可能是 OK 的。那像老车，现在化油器车越来越少，仅存的化油器车可能都蛮有年纪了啦。我相信节气门的这个磨损几乎都出现了，所以化油器的规定调整基本上是节气门的规定调整，它就是必须先把你节气门调回到正确的开度。以现在好像电子节气门好像是5%的开度以内都算正常。那其实节气门它的正常开度这样子，它并没有到90°，这样来看是直的，但是它放回来的时候，它还是斜的。